公主别伤心了，这一叶扇可是水君赠你的宝物，泪水连连的，岂不是糟蹋了如此名贵之物？况且，水君只说要送出一个公主去嫁给鲛人族头领，又不一定是公主，不是还有大公主吗？大公主她心思最多，我怎么能斗得过她？没准现在她就与夫君说，让我去跟他们和亲。那些鲛人族的头领，长得都特别狰狞，我若真是嫁过去，那要不听了水君，嫁给西海大皇子？可是，大皇子他是病秧子。那不如嫁给二皇子。按说，二皇子也不错，又曾是墨渊上神的大弟子。可是，公主，你不会还想着要嫁入天宫吧？那位太子殿下，你可是见都没见过呢，怎么会就如此痴心了呢？太子殿下声名远扬，师承四海八荒唯一的佛道双修慈航真人，又是大罗天界上清境的元始天尊的关门弟子。是，我还听说他降生时，36天一刹那齐放金光，东荒明鹤峻极山上的72只五彩鸟，直冲上天来，绕着天宫飞舞了9981天，奴婢都背下来了。谁？怎么，偷听别人说话这么有意思吗？那公主说的话真的很有趣，你坐下来，我讲给你听。她呢，不想嫁给那个鲛人族的首领，又想着不如就嫁给那个二皇子蝶风吧，但是又舍不得天上那个太子，你说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问题是那3个人对她都没有那个意思。是吗？尤其是他说到那个太子的时候，说了好长的一段。你说天族太子真的没有名吗？天族太子，这四海八荒就那么一个，你说能不有名吗？也对。这长海的公主好歹也是个公主，人都没见过呢，就害起了相思，说明这天族太子真是挺讨人喜欢的。怎么，你也有兴趣了？你吃醋啦？那倒不是，只是与那太子相比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怕委屈你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不嫌弃你。多谢娘子不嫌弃我。这里真好，只可惜这边只有海水的味道，没有花香。好想闻闻桃花的味道。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，那里桃花逐年盛开。在哪里啊？你闭上眼睛，我带你去。可以睁开眼睛了。这里是幻境吗？不是。那这是什么地方？青丘，10里桃林。10里桃林？这里有10里啊？不错。此处有个人，用了很久的时间种出这片桃林，反正他也无事可做。他终日就是养护桃花和酿他的桃花醉，过得何其自在啊！你羡慕吗？啊？有何可羡慕的？我们在峻极山过的不也是这样的日子吗？每天无所事事，打打猎，做做饭，养些飞禽走兽，对吧？不错，我们无需羡慕旁人。这里的人是你的朋友吗？仅有几面之缘。
哦，他在吗？似乎不在，刚才就没有察觉到他的仙气。不过也是因为他不在才带你来的。你们关系不好吗？不是，我很欣赏他，只是一些缘由，现在不方便见他。嗯。遇见你的眉眼，如清风明月，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，顾盼流连，如时光搁浅，是重逢，一如这桃花醉真是好喝，我好像以前也喝过。没想到你竟也会喝酒。我也没想到。可是夜华，我们这样随便就拿人家一坛酒，可以吗？无妨，反正以后应该不会见到他了。你不会再来找你的朋友了？不会了。那我以后也见不到这十里桃林了。方才看殿下抱她入内，看得出，她是一位姑娘。不错。殿下放心，小仙并不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。小仙只想提醒殿下，大战在即，尤其那位姑娘还是个凡人，殿下还是尽早将她送走比较好。我也正有此意。为了她的安全，我更不希望让人知道她的存在。为了答谢殿下亲自来长海解救苦难，小仙必会守口如瓶。多谢。话说与长海鲛人族的战事，伯父他似乎真的不想开战，不想彻底与鲛人族撕破脸。你来此处万年，最了解此处的情况，有没有什么方法让他尽快下决断？有倒是有。公主不要再犹豫了，西海二皇子未曾纳妃，你若嫁过去，就一定是正妃。而且奴婢还听说，西海大皇子都病了许久了，日后西海水军的位置就是二皇子蝶峰的了。他平日只知道舞刀弄枪，与鲛人族打来打去的。再说了，我与他见过数万年，他都没有对我动过心思，怎么可能这几日？公主，你看，这是奴婢设法从大公主处得来的秘方，是特意采集晨曦露水调制而成的鲜艳玉露。这几日你就拿去试试。公主，你就别再犹豫了，只要女人肯花心思啊，就什么都有可能的。公主，你看，说二皇子他就到了。蝶峰哥哥。
是？这位是我一位朋友。朋友，朋友应该有名字啊。华叶，真好听的名字，与九重天上那位太子殿下的名字如此相像。想必能有如此好听名字的人，都是这般的道骨仙风吧。父君，你的婚期就在下月初3。这么急？急是急了些，也许是怕这婚事再出什么意外吧。意外？恐怕是那青丘白浅，怕他的第2个未婚夫再被人抢了，所以急着嫁过来吧。哎呀，也真是可怜。我姑姑是四海八荒最美的女人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再说了，这门亲事是2家长辈定的，她瞧不瞧得上人家还不一定呢，怎么会怕被人抢了呢？帝姬，你尝尝，这个天果特别好吃。司明叫我好好招待你。哦，小殿下，你可是帮了我。这局我本来输定了，可现在倒是好啊。帝君，青丘对下个月初3迎亲有什么答复？还没回信儿呢。哦。这天君先是昭告四海，说小武此番封印擎舱是立了大功的，再借机提出迎亲一事。可是现在小武下落不明的，我该如何作答？如今浅浅下落不明，谁还顾得上婚事啊？不如就此把婚给退了。不可退婚。当初这婚事是由你我亲自定下的，若毫无缘由贸然退婚，肯定会遭到非议。不错，小武本就被2殿下退婚了一次，若此次再与太子退婚，这四海八荒谁还敢来提亲？就是有心，也怕得罪了天族，这岂不是耽误了小武？可他们下月初3要完婚，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一个小武与他们完婚呢？不如我们这么说。如今四海皆已知晓，小武以一己之力封印了擎舱，我们就说在那之后，小武受了伤，正在闭关休养，借此拖延婚期。这法子不错。可以是可以，可是婚期不能再一直拖延下去了。当初我飞升上神，也曾沉睡1000年。只要小武还活着，不管在哪里，总会被我们找到的。夜华，那公主一路随着你我从水晶宫到这儿，晚上不会还随我们就寝吧？也算轮到你吃醋了。里面有许多伤兵，不方便女人进去。你先留在外面等我。这位小公子，请问华叶公子可否婚配？据我所知，他家中已有妻室。啊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是个凡人。凡人？
那我若是驾驭他，他就不用再做凡人了。嫁给他？对啊，我传法力给他，他就可以成仙，这不是不可能的。只是，若是我驾驭他，我身为公主就只能做正妻，那原来凡间的妻子就只能休掉了。是凡人就要被这样处置吗？哦，不，小公子，你别误会，我没有瞧不起凡人的意思，只是仙凡有别，他若是要娶我的话，就只能成仙；如果成仙了，就不能与原来的凡人在一起了，因为这是我们的规矩。那也要看他想不想成仙吧。怎么会有凡人不想成仙呢？二皇子，二皇子，这些兵虽然隶属于长海，恐怕更信服你吧。我自从昆仑虚归来，这数万年都在长海替伯父带兵，他们自然更信服我一点。伯父膝下无子，这也是为什么他不肯轻易与鲛人族决裂的原因。毕竟天族天高皇帝远，天族兵将走了，留下长海鲛人族与他，最后受报复的还是长海水军。若要战，便要赶尽杀绝，不留后患。留下我这条腿。你是要腿啊，还是要命啊？像我这种人，腿没了，命也就没了。我拿什么去谋生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条腿伤的实在是太重了，我真是……哦，二皇子，这批伤员情况如何？这情况不太好。你可想回家？做梦都想回家。如果给你一个能够结束这场数万年战争的机会，你可愿意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各位，蝶峰今日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可否助我一助？二皇子，我们这些人都是伤兵，跟着二皇子拼命还可以，可是我们这些人如何左右得了大局啊？这大帐内一共40几人，如何帮你啊？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，毕竟长海水军不想与鲛人族开战，你们是怕不成事，犯获罪。二皇子，我们不怕死，怕是怕大战祸及我们的父母妻儿。是啊，鲛人凶悍，有仇必报。如今咱们小战不断，受伤的还是咱们这些参军的人。若是真的大战了，赢了还好，输了，水军最多一纸降书罢了，咱们底下的人可就惨了。哎，是，我们又不是没有跟鲛人打过，都是输多赢少啊。是啊，二皇子，对呀，我有苦衷。蝶峰怎么会不顾长海众生的死活？这位便是天族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来这里，就是为了表明天族与鲛人族一战的决心。天公终于看到长海了。殿下，求天公出兵，将鲛人赶出长海。我家一室3口人全部死在鲛人族手里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求天公出兵，将鲛人赶出长海。本君今日在此立下誓言，必将鲛人赶出长海，还你们万年太平。谢太下殿下。怎么了？刚刚撞到伤兵，看见血，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，可能是昨天喝酒。小公子是个比较文气的人，想必不适应军营这种地方。来，喝碗水吧。
不必麻烦了。不喝也罢，这种地方的水也未见得干净。那不如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有没有干净的军帐？找个军医先给他开一下。我这就去找个干净的军帐。怎么样？这有话直说。启禀公子，这位小公子的脉象像是喜脉。什么？知道了，你们两个先下去吧，此事不可宣扬。请公子放心。夜华，他说的可是真的吗？素素，你不能留在这里了，我必须立刻送你回去。为什么要送我走？长海即将有一场大战，你有了身孕，我不能让你留在这里。你也是一个凡人啊，为什么你要留下？最后一次。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好，我便再信你一次。你想去哪儿？我这才刚有身孕，你便不让我走动了吗？如此，便算是有身孕了吗？怎么都没见你开心呢？你一听到有了孩子，就一直板着脸。有吗？刚才到现在都没见你笑过。我是开心的，不是怎么笑了。恭喜这位公子，你要做爹了。也恭喜你，要做娘了。好吃吗？这些菜都是我烧的，如果你吃不惯，我再去找别的食材烧给你吃。你当初在修仙时，是不是专门给人做饭的？就是因为你会舞刀弄枪，所以才被派去降妖除魔啊？我从未给人烧过菜。真的啊？那这味道这么好吃？夜华，你幼时是什么样子啊？幼时爱哭吗？爱闹吗？我在想，肚子里面这个会不会跟你一样啊？你娘生你的时候顺利吗？我娘生我的时候难产，阵痛了7天。竟如此磨人。我父亲也这么说。那你娘一定很宠爱你。谈不上受宠吧。我自出生便被抱走，到年少时才见到我娘。我的授业恩师很有名气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每天从晨时便去读书，一坐就是7个时辰，一直到万家灯火的戌时末。仅仅是因为授业恩师有些名气，就要受尽如此折磨。那你说天上那位太子，不是日日都要受折磨？或许吧。
咱们要不走吧？胭脂。 表舅，你要不来，我都忘了你这个表外甥了。表舅，此次前来，我是想跟你借几千兵马义务。借兵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昔日。 我外祖父待你如亲子，没想到你如今竟如此忘恩负义。你外祖父？你母妃都死了10万年，你父君被封印在东皇中7万年，连整个一族都在你那个昔日好吃懒做的弟弟手里，你还有什么呢？ 敢到老子面前说大话！若非我外祖父没有亲子，只有我母亲和姨娘几个，现在还轮不到你做这个头领。走走走走，别耽误我的好事！如果你再啰嗦，当心我翻脸不认人！你什么你？滚！叫你滚，你没听见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如今连水军都得给我们面子，即使义军来了，都得给我们大统领提鞋。你这无权无势。 空有个什么大皇子的虚名，哪儿来的？竟敢搅我们大头领的酒兴！哼，没错，快滚！我们头领没空听你废话。要不是你外祖父给了我这个头领，我早就一刀砍了你，不识抬举的东西！ 哼，头领，您还是少喝点吧，稍后您还得去长海水晶宫赴宴呢。赴宴？还不是那个老水军要塞给我一个女儿来避祸，非要请什么墨渊大弟子来与我斗了数万年，现在又要用美人计，用什么计也没有用，长海早晚是我的。 参见父亲。红儿，起来吧。红儿，你替我去，带一个你能看中的公主回来给我当老婆。好。你跟公子一起去，别对他们太好，免得他们蹬鼻子上脸。啊！别以为他们塞给我一个公主，就真能如何了。是。 我睡了多久啊？都睡糊涂了。今夜有酒宴，你有了身孕就别去了吧。嗯，正好，我也不想应付那些公主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太子殿下，情况有变，来的不是鲛人族头领，是他的小儿子。如此更好。来，喝起来，喝起来啊！小公子如此气度，颇有数万年前头领的风范。真是羡煞本君这膝下只有2个女儿的人呐！啊，水军不用客气。来来来，我们共同举杯，
敬小公子一杯。敬小公子。敬小公子。吕修，快给小公子满酒啊！小公子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本君的次女，绿秀。原来是绿秀公主啊！请。哎，无耻！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摸我的手？我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难道你宁可嫁给我的父王，做他无数女人中的一个，也不肯委身于我？你，绿秀。夫君，他们一族毫无廉耻，残酷无德，你为什么要处处相让？你应该跟他们放手一搏。放肆！快跟本君住嘴！参见水君。有什么事，宴席后再说。水君，是紧急军务。紧急军务。什么？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小事，小事。小事情？可我怎么听着像是什么军务呢？这整个长海除了您水军的兵，就是我鲛人族的兵，还有什么军务能逃得过我的眼睛？都是军中内部的事情，与旁人并无关系。伯父，恐怕与鲛人族不无关系吧？蝶风，伯父，兵变岂非小事？若伯父不能给士兵们一个交代，恐怕还没等跟鲛人族动手，长海就将自己多年的基业毁于一旦了。若还当我是伯父，就给本君闭嘴！怎么，兵变是什么意思？小公子莫要误会。素闻长海水军缓心无成，柔辱寡断。今日一见，果真如传闻所言，让本君失望之至。你区区一个小仙，敢在本君面前如此猖狂！世之，你这位朋友是？这位便是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臣拜见太子殿下。拜见太子殿下。请起来吧。是。臣不知殿下微服到长海，如有失礼之处，还请殿下勿要怪罪啊。失礼没什么，失了神族体统，却是大罪。殿下勿要听信他人谗言。臣在长海17万年，虽无大功，但也始终恪守本分，不敢有失神族体统啊。是吗？鲛人族屡伤平民，为祸长海，你为何不上报天宫？你一个长海水军，竟然对区一个鲛人族头领之子卑躬屈膝，还试图掩盖兵变之事。本君要你有何用？臣也有无奈之处啊。身为长海水军，一是不能让族人安居，二是不能让兵将臣服，三，连自己的家人都无法守护。你让本君如何再相信你？站起来！太子殿下饶命，饶命啊！
伯父，先起来。太子殿下此番出现在长海，就是为了剿灭鲛人族。你若想保命，是不是得做点什么？祭旗。哎呀，那鲛人族最是嗜血，头领最疼爱这小儿子。万一我们真的杀了他，哎呀，万一我们真的杀了他，却又没打赢这一战，怕是整个长海都要覆灭呀！再犹豫，便是死罪。来人，把鲛人族的这2个人给我押下去，断头，祭旗。是。长海水军，我父一定会血洗你们长海一族。走！我父一定会血洗你们长海一族。走！殿下，长海兵卒仅有1万人，不敌鲛人族7万骁勇善战的兵士，还请殿下出手相助啊！长海虽是属地，但天族始终是一视同仁。既然水军已经下定决心，本军必会点将来助，保你长海万年太平。谢太子殿下！谢太子殿下！夜华，我跟你的仇不共戴天！这发饰正衬得你神姿威武，再没有什么可修缮的了。素素，闭上眼睛。又要去十里桃林吗？这不是我们的俊吉山吗？我们这就算是回来了。算回来了。以后再也不离开了。我还要去办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可赶得上我们的孩子出世？一定。我会速战速决，从此再也不离开你们。还记得那面铜镜吗？若有要紧事，就用铜镜还我。我半个月之内一定回来。若超过半个月，你还不回来吗？不回来又如何？若还不回来，就再多给你半个月。倘若再耽搁，绝不轻饶你。好，但素素，你要记得，我走之后，你万万不可离开这一片树林半步。你如今怀着我的孩子，很容易便给我家主人发现。若是发现了，就不好了。那有什么不好？等我回来再与你细说。我现在都怀了你的孩子了，
还不能见你家人吗？等我回来，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，给你筑一片属于你的十里桃林。好，本君就准你明日亲自点将出兵，1个月内收服长海鲛人族。7日。7日。7日，孙儿必取回鲛人族头领首级。就借收服鲛人族，再立为于四海。叶华。 不要让本君失望，孙儿定不辱命。还有一件事，青丘对婚期已经有了答复，那白钱尚在闭关，一旦出了关，就是你们完婚的日子。是。恭喜太子殿下。 我最后问你一次，就为了这个女人，你真的要将唾手可得的天君之位弃了？这在凡间叫什么来着？不爱江山爱美人，非是明君所为。勉强坐上那个位子，也成不了什么明君。倒不如及早把位子空出来，让给有德之人。我这一灰飞烟灭，说不准。 天君很快便能选一个更好的继承人。这一战，也算是还上天君对我数万年的养育之恩。三叔可愿助我一臂之力？ 这就是因果。当日我为你绑上青丘白浅的姻缘，算是做了亏心事。如今你看，这么快就还回来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三叔一定帮你。我一定会在父君面前替你作证，证明你灰飞烟灭的连渣子都不剩。多谢三叔成全。 不过，三叔还是要提醒你，父君历来疑心最重，此事要万分谨慎，急不得。万一引起父君的疑心，哪怕你躲到3界5行外，他也会亲自把你带回来受刑。天君的脾气秉性，我比三叔还要清楚。 三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娘娘这是在做什么？天君吩咐，要将这洗梧宫上下清扫修整一番，为不久后的大婚做准备。原来如此。也对，毕竟是太子殿下迎娶太子妃，马虎不得。确实，容不得分毫马虎。
所以我也不敢放任下边的人来做，便亲自过来看一看。二位殿下，这是要去何处？我们是去给乐须娘娘请安。我方才从乐须娘娘那处回来，娘娘惦记太子殿下许久，殿下去，她一定很高兴。这说起来，天宫里素锦娘娘的确是和乐须娘娘走得最近的人。娘娘抚养我长大，有养育之恩，我常去探望她也是应该的。恭喜太子殿下！恭喜太子殿下！恭喜太子殿下！看来这喜讯是传遍天宫的每个角落了。母妃，夜华，到娘这儿来。你每次见到娘，都如此礼数周到，少了很多母子之情。娘虽然心酸，但是也不怪你。自从生下你，就不得见你。不管你是饿了、乏了、累了，还是受了委屈，娘都不能在身边照顾你。每每想起这些，娘心里都觉得愧疚。就连这次青丘白浅的婚事，娘都是这天宫里最后几个知晓的，也没资格问问你是不是满意这桩婚事。母妃不必自责，身为天族太子，婚事本就难以自主，无所谓满不满意。为了这个太子的名分，你自幼付出太多了。娘真希望你就是一个寻常平庸的孩子，也不必被如此桎梏。大嫂今日格外感怀过去啊。也不知怎么了，自从听说夜华要带兵去长海，我这心里就慌着。太子殿下的法力不比当年的墨渊上神差什么，区区鲛人族何必如此忧心呢？怕不出3日就捷报传回了。女人呢，就是总喜欢多想一些。儿臣走后，还望母妃一定要好好照料自己。好，娘在这天宫里安逸得很，你不要挂念我，以免乱了你上阵杀敌的心。你爹不在，娘只好委屈你了。明明是拜了天地成了夫妻的，可是还是不能领我回去见家人，搞得跟小老婆一样，还不能四处走动，也太摧残人了。
参见太子殿下。臣已从西海带来3万精兵，随时听候殿下差遣。我长海虽只有1万军，愿拼死一搏，随时听候殿下调遣。拜见娘娘。太子殿下，素锦也愿听候调遣。你来做什么？素锦一族7万年前，河族上下为天族献了身。如今，各分支部族的首领都在，素锦纵只有1人，也叩请了天君披挂上阵，与各分支头领共进退。素锦娘娘，请随我来。虽然你成了我父君的妃子，我本不应该多说你什么，可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：你连刀枪都提不起来，弄这么一身来，除了做个样子，还能有什么用啊？我要与太子殿下共存亡。素锦，你莫非还对夜华存了什么心思吗？且不说你心里怎么想，你既然入了我父君的宫，就与夜华再无可能。所以本君劝你迟早打消这个念头。当初白浅和北海水君都能取消婚约，嫁给夜华，这天宫里的事，谁又说得准呢？荒唐！两军交战在即，我只希望你不要拖夜华的后腿，顾好你自己，素锦娘娘。今夜就出兵。什么？今夜就出兵？殿下何须如此着急啊？太子殿下，天族兵将刚到此地，尚不熟悉长海水域，而那鲛人族头领已在此地7万年，早就对此地了如。你们的想法，正是鲛人族的想法。都以为本军会休整几日再出兵，此时敌军正疏于防备，今夜正是出兵最好的时机。你们速去整兵，今夜虚实出兵。是。夜华，素锦一来恐生变数，你今夜诈死一定要做到万分周全，别让他看出任何破绽。不会有什么破绽。被鲛人族那把斩破刀砍上一刀，必死无疑。莫非你还真要硬生生扛了一刀？不错。你真是没救了！你为了他敢冒生命危险。三叔放心吧，我会拿捏好中刀的分寸，让伤势看起来严重，但不会真的丧命。刀剑无眼，怎么会有你说的如此轻松？只求三叔在事后不忘将我送到隐蔽处，并请天君复命，说我已灰飞烟灭。那三叔最后问你一句：此战之后，天宫再无太子夜华，你可甘心？夜华只希望能够早日脱身，再无束缚。
杀我小儿，今天我就让你死在我斩破刀下！为何今夜如此心慌呢？夜华，夜华，是睡了吧？夜华，你醒醒啊！夜华，夜华，你坚持住，坚持住！夜华，你醒醒！夜华，醒醒啊！怎么了，夜华？夜华，夜华，你等着我！夜华。 你是谁？夜华呢？夜华呢？你为何会认识太子？说。我不认识什么太子，我就是想找夜华。夜华他在哪儿？放肆！太子的名讳，岂是你能直呼的？父君息怒，
天君息怒。站住！本君没叫你起身，你竟敢起身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天宫。天宫。你是什么人？竟敢在天宫放肆！谁也保不了你，哪怕是夜华，他也没这胆量保你。来人，在。将这个凡人扔进锁妖塔。是。不要！走。求你救救我！求你救救我！你是夜华的女人。我和夜华，我们拜过天地。我现在腹中还有他的孩子，你能不能带我去找他？带我去找他吧。你说什么？起来，跟我走。跪下。殿下，他腹中真的怀有夜华的骨肉。你可确定，不会弄错了吧？殿下，你最清楚，这天宫之上，除了药王，就只有我最会把脉了。夫君，他腹中真的怀有夜华的骨肉。夜华现在不知道是生是死，求您留下他腹中这唯一的骨肉。乐须，夜华与他本就触犯天规，你让我饶了他，岂不是让本君徇私枉法？他腹中真的是怀有夜华的骨肉，不然，待他生下孩子之后再惩罚他，或者，乐须愿意代他受罚。夫君，是儿臣教子无方，儿臣愿意为这个凡人受罚，请夫君保住夜华的血脉。将这个凡人关到无人居住的昭华宫，严加看管。谢夫君。谢夫君。妖王，快，太子醒了。殿下这一劫算是过了。
药王，你先出去，我和太子有话要说。这，快出去啊！啊，是。三叔，究竟何处出了差错？苏祖呢？夜华，你听我说。3日前，你被鲛人族的头领砍伤以后，你的那位凡间娘子闯出了你部下的仙帐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？她闯出了你的仙帐，被夫君发现了。天君，天君！哎，夜华，夜华，你听我说，你想要保住他，你就给我好好活着。你要是命没了，他只有死路一条。他还活着，活着活着，他还活着。他腹中有你的骨肉，你不用担心他的安危。鲛人族已被灭族，再带你养伤几日，我们就回天宫。不能急着回去。你不想马上见到他吗？从被天君知道的那一刻起，我与他便再无可能。现在唯一能保住他性命的方法，便是让天君认为他在我心中并无任何的分量。